你今天有空出来，是不是手上的案件忙完了？昨天连夜给个案出了些法律意见，今天啊，小陈也会整理成具体的法律意见书。那李石山的案子怎么样了？石山啊，他还是坚持要跟他爸打官司，拿回他的身份证。这也可以打官司吗？理论上完全是可以的。那你觉得应该诉讼吗？如果石山要坚持的话，我还是会尊重我当事人的意见。那当事人他父亲的意见呢？哎，老先生，我就是李石山的爹。冷静点，老先生，您先冷静一下。传我儿子告老子。哎，这怎么了呀？老先生，您先冷静。您冷静一点。老先生，您冷静一点。老先生，窗台的画针放开，思念也席卷而来，散不开，想与你的手紧握起来，漫步于人海，任由风轻轻拨动你裙摆，再过的回去吧。只有你是无法被替代。好像走反了。知道吗？我倔强是梦已久哟，许律师、阮大作家，你们一起回来的？你们为什么是一起回来的？因为我们是一起出去的呀。精辟！我其实一直在等你们。许律师，我们的案件是不是可以择日开打？哦，或者说你可以先跟我的父亲聊一聊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的父亲性格比较奇怪，所以你们要小心一点。谢谢提醒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啊！许律师，这就是我爸，看见没有？他就是这么对我。你拍照啊，留证据。我知道彩姐是遗传谁。说这事管儿子。我要完成我梦想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记得你说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找一个人你把我打死，一起多管闲事。谁给你养老啊？啊！哎，我走了，我离家出走。许律师，你看啊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也都看到了，这些官司不是我非要打，它是没有调解的可能性。如果你坚持要打官司的话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但不管是对簿公堂，还是私下调解，这都只是达成诉求的方式，所以你应该考虑清楚，你真正的诉求是什么。看来没听清楚啊，我换一个方式来问你啊。当你拿到身份证之后，你打算做什么？买票离开这里啊？去哪儿呢？去远方啊？去远方做什么？实现我的音乐梦想啊！梦想？就他那小兔崽子，一天到晚吊儿郎当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一会儿什么流浪啊，一会儿远方啊，他能坚持了多久啊？我是不支持的。但是我刚刚听下来，觉得您不是不支持他的梦想，您只是怕他会3分钟热度，不能坚持，对吧？也不是，我是不支持他，以为会弹几下吉他，会哼几句歌，就能出人头地了。我们普通人家哪里追求得起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事儿啊？不行。那你打算怎么实现你的梦想？那就到了以后，我觉得自然会有方法。行，那这样，我来帮你算算你远方的花销吧。好，我们以陈律师来举个例子。他现在在杭市1个月的房租是2800块钱，还是跟别人一起合租的。一天的伙食费大概30-40，
这还是有我们律所给他的补贴。如果是没有补贴的话，随随便便点个外卖下个馆子，1个月的伙食费要超过2000块钱。另外，还有水电费、交通费、通信费。你在外地可是没有医保的，如果生了病，还得有医药费。如果说你连饭都吃不好，病都生不起，你如何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呢？其实做梦很容易，但是实现梦想很难。所以你做好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了吗？还有什么准备啊？天赋、努力都不够。我替我儿子打算，我没错。您当然没错了。我也明白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您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他好，但我又想，您有您的道理，那李石山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嘛。您看看，咱们是不是能够换位思考，才能更好的达成共识呢？他有什么道理？你倒说说看呢？其实石山的这件事儿，让我想到了我刚开始决定写小说的时候。那时候我父母也是不支持的，他们觉得难成事儿，不稳定。但我还是憋着一口气走了下去。我当时就想，大不了撞撞南墙，起码我尝试过就不后悔了呀。哎，结果没想到，我就一直写到了现在，而且我现在也找到了更多这个职业的价值跟意义。当我看到我写的文字可以给大家带去积极正向的能量，我真的非常庆幸自己当初不顾一切的决定。其实我们做孩子的，很感激父母的教导跟指引，但我想这教导跟指引是为了帮助我们做决定，而不是代替我们做决定的。所以我想，那石山的道理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，也唯有自己选择自负盈亏，才不枉走这一趟。反正我是一定要走的。我觉得从现在准备也不迟嘛。徐律师，你就帮我把身份证给要回来，行不行？我相信你很清楚，身份证的挂失补办可是要比打官司来得更快。那你要的究竟是身份证，还是你家里人的支持啊？石山，如果你连面对你父亲的勇气都没有，你又怎么能让你父亲相信你有勇气来面对未来不可预见的困难呢？我明白了，徐律师。与人相处，需要谨记换位思考。有时候，自以为的关心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掌控；自以为的追梦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胡闹；自以为的社死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可爱。晚饭吃了吗？与人相处，需要谨记换位思考。有时候，自以为的关心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掌控；自以为的追梦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胡闹；自以为的……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许怀颂他根本就没有这么想。他不光没这么想，他还觉得你很可爱。自以为的社死，可能是对方眼中的可爱。想什么呢，阮月？哎呀，你这个技术不太行啊！啊，哎，还好瑕不掩瑜，我的7分姿色没有被盖掉。来吧，你再给我拍一遍啊！你是东郭先生跟狼。对，这镜头别那么仰啊！来，开始啊！飞驰的星光都成。大作家你好。哎，在录什么呢？
我呀注册了一个视频号，我说让他给我录点这种唱歌的视频发。我刚刚听到了，唱的不错，跟原唱比有不一样的感觉。祝你旗开得胜。阮大作家，你居然也听灿哥的歌啊？嗯，偶尔会听。有品位，点关注啊，关注我。没问题。嘿嘿，来，咱找地方再欣赏一下刚才那边视频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你去给他好好录一个。帅还是有的啊，只是角度有点问题，调整一下。怎么能这么自恋呢？晚饭吃了吗？嗯，吃过了。这么早？彩姐做了米果，我就吃了点，现在也不饿了。你跟他们去吃吧。那明天呢？明天的晚饭总不能也吃了吧？明天的事情谁说的好？吃不吃晚饭，那就看我明天的心情吧。石灿，明天的行程单出来了，早上5点化妆，6点半准时开拍杂志。拍完你大概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，7点半要赶去录综艺，大概要录8到9个小时，然后晚上8点直播带货。我不是说过我不想接综艺和带货吗？我知道你现在很累，但是艺人要多抓住机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，这样大家才不会把你忘了。这不是累不累的问题，我连写歌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写歌，我上次不是给你时间了吗？让你休息了1周，歌不是也没写出来吗？人呢，很难一直红下去的。你要是不抓住你的黄金时期，以后恐怕连唱歌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人呢，很难一直红的。如果抓不住黄金时期，以后你可能连唱歌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今天喝到了灿灿送的奶茶，太开心了！灿灿加油！灿哥，我是一名来自深澳村的灿星，今天我唱了你的成名曲《在主页》，求指导。的星光，照着少年人无言渴望。若心会跌倒，它穿越低谷，绝地而上，像伸手张扬。梦想与我们距离太长，可只要前往，就是离它更近的地方。你的声线很有特色，情感也非常充沛，但声乐技巧还有待磨练和提高。令如果真正热爱，请坚持下去。这句话我送给你，也送给我自己。
李世灿恢复我了！李世灿恢复我了！李世灿，李世灿，李世灿！哇，许律，你起的也太早了吧？早啊，我今天晚上有一个饭局，所以得早点开工。哇，我们许律真不愧是律界顶级真人啊！大清早连晚饭都规划好了。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吧。嗯，许律您放心，我也准备好了。今天回访要反馈给大家的法律意见书，我都整理好打印出来了。做得不错，谢谢许律。你看啊，其实这里面有些案子还是很具有代表性的。古镇上有很多非遗工坊和非遗的手艺人，他们经常会在工作和生活里遇到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。对，我记得有一位剪纸的手艺人跟我说，他原创了一套系列图案，结果没多久网上就出现了一模一样的图案，还被盗用到了各种地方。但就是因为没有提前申请版权登记，所以很难维权。是，这些手艺人一辈子都在传承文化，那咱们作为法律人要尽力为他们保驾护航。这样，你再辛苦一下，把关于非遗著作权的普及也给整理出来，包括著作权申报的条件以及流程，做成图文并茂、通俗易懂的文章，发到咱们镇上的公众号里。好，没问题。行，去。行 ，OK。我先走了，阿徐。好。你今天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那个经常跟你一起出双入对的律师呢？他走访去了，而且我跟他也不是出双入对的关系。那你今天又是来当说客的？不是，李师傅，我今天是专门冲您来的。哦，是这样，这2天呢，我参观了不少非遗工坊，我发现啊，这镇上有很多手艺人都像您一样，从小就继承了长辈还有师傅的手艺，在这工坊呢一待就是几十年。但我也听大家感慨说，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，下一代的手艺人越来越少，好多非遗都面临着失传的风险。我呢也想替非遗传承尽自己的一份力，所以我打算之后写一本相关题材的新书，用贴近当下年轻人的写作风格，去向他们传递传统文化的美好。您觉得我能行吗？就冲你昨天的口才，谁敢说不行？可这光靠我自己啊，还真不行。这讲故事，首先就得懂故事，所以我得先向您学习，了解这烙画葫芦。要问这烙画葫芦，找我，你就算找对人了。不过你也都看见了，我手上活太多，没那么多闲工夫，我只能讲1遍。李师傅，您的意思是今天愿意接受采访？哎呀，太好了！爸爸，这怎么又对我放暗器啊？阮大作家，你也在啊？爸，你跑来干什么？你不是要告我吗？你告去！哎呀，这不是有律师来调解吗？正好有阮大作家在这儿啊，我呀，真诚地向您道个歉，爸，对不起。
我错了，之前都是我在瞎胡闹。怎么你今天想明白了？我今天敢站在这里，那一定是想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您这样，您先看一眼这个。来，这是我的偶像李时灿对我的评价。每个字，每句话，都蕴含着，不对，都饱含着对我的认可。我承认，在此之前呢，我像是一个在盲道上茫然探索的野孩子，但是今天不一样了，我的偶像对我的认可，照亮我的梦想之路。从今天起，我就不是野孩子了。野孩子，老子今天要是灭了你，是不是连个大义灭亲都混不上了？哎呀，李师傅，您别生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啊。我若气死谁如意？况且伤神又费力。您坐啊，爸，我今天呀，不是来跟您吵架的。我知道，您跟妈很晚才有了我。我妈走了以后呢，您跟我姐又放心不下我，总是希望我在你们身边安安稳稳的。你们总觉得我长不大，可是总有一天我会长大呀。而且我已经不小了。我希望我的梦想，我的人生道路能由我自己选择。爸，我想好了，如果我的梦想您不支持不认可，没关系，我依然能坚持下去。但如果您对我是支持的，那我将非常高兴。不说了，时间不等人，我去攒钱了，我还要挂失补办我的身份证呢。啊，我走了吧。站住！爸，您不用留我，您是留不住一个一定要走的人的。要攒钱，还要补办身份证。补办身份证不要钱啊？啊，拿去。爸，您这是肯支持我了，还是在考验我？我吃饱了撑的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走成了我们替你高兴，走不成，也不要怨别人。小阮，来，别理一个要走的人，咱继续啊。妈呀！哎呀，这吓死我了！你神不知鬼不觉的干嘛？姐，你帮我好好看一看啊，这个真的是我的身份证吗？不是假的吧？啊？你傻了？啊？不是你的，是我的。爸昨天就跟我说了，只要你有吃苦的心，放你走，不拦着了。嗯？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。你不高兴啊？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，自由了，自由了。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，我收拾行李去了。对，你想吃什么苦就去吃什么苦吧。我吃的不一定是苦，也许是甜。李师傅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改天再来听你讲课。哎，拜拜。哎，慢走。你好，需要帮忙吗？谢谢。来，打一下忙。没关系吧？谢谢，谢谢，多亏你们，没事吧？姐，您这笼屉放得太高了，得小心点。
是我大意了。最近他爸生病了，我这天天忙得连轴转，人都快晕了。电动车也忘记充电了。您是要准备出摊去吗？对，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米果，准备拉到小吃街上去卖。妈，你都累成这样了，我们今天别去了。快过年了，街上人多，生意好。再说我米果都做完了呀。您这儿有多少米果？看来今天晚上的晚餐又是米果了。助人为乐是美德嘛，但是不能建立在浪费粮食的基础上。所以既然买回来了，就都吃了吧。许律，你早上说的饭局怎么样？泡汤了吗？泡汤倒是个还不错的主意。光吃米果的话，确实有点太干了，不然就泡个汤一起就着吃吧。好啊，想喝什么汤我去做。我想喝番茄土豆牛腩汤。你怎么也来深澳了？哦，你是来参加活动的吧？不是，我是专门来找你的。许律，我没看错吧？那不是李时灿吗？而且居然跟大明星是朋友啊！哎，你说他们是什么样的朋友？该不会误会？哦，你是不是忘了还欠我顿饭？我没忘，但是你直接告诉我你的行程，我可以去找你啊，干嘛还跑来这么远的地方？那我来都来了，就顺便在这边休息几天，正好多蹭几顿饭。没问题。我先带你去把行李放下。好。这边，这里环境特别好，等会儿带你好好逛逛。哎，许律跑什么呀？我们不是正经住客吗？还是先来的，没必要给大明星让路吧？你说的有点道理。先回房间。这儿，住的也会很舒服。来，小心。许律师，你这脚程有点慢。是你慢了，我在这儿等了你一会儿了。等我做什么？你刚刚说他欠你一顿饭。是啊，这和许律师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，我也欠他一顿饭。那天晚上的火锅。所以呢？所以现在是我欠你一顿饭。我欠你一顿饭，你欠他一顿饭。原债务人将债务转移给了新债务人，由新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还债义务，这在法律上叫做债务转移。所以李先生，今天晚上的晚餐我请你。许律师，你这为了阻挠我们，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你跟他是我们吗？你要是觉得不是的话，为什么这么着急啊？我有着急吗？你不着急吗？我看你挺着急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高手过招，我人刀刀致命。哎，所以你也看出来了，新来的这个是许律师的亲弟。除了小陈律师，没人看不出来吧？哎，你说，
两个都这么帅，真的好难选啊！哎，你支持哪个？我看新来的好。哎呀，你看笑得多阳光啊！刚一进门就喊咱俩姐姐，嘴多甜呢。可是许律师吧，我老感觉他端着。年轻的姑娘啊，都喜欢那高冷的。等他结了婚就知道，跟那种3棒子打不出闷屁的人过一辈子，他得有多糟心。哎，你又带个人情绪了，别什么都往你们家老赵身上安。老赵怎么跟许律师比啊？人家那是职业需求，稍微端着点儿。哎，许律师虽然话不多，人家做的多呀，照顾起人来又温柔又细心，还解风情，还浪漫，不挂在嘴上。我投许律师一票，咱们打赌。赌就赌，谁怕你啊？赌多少？50万，100万。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多欢乐豆啊？我就50万，50万就50万，就这样。彩姐啊，我咋觉得这新来的帅哥这身打扮跟你家李世山这么像呢？我也觉得，他有点眼熟啊。北京、上海，哎呀，人多，竞争力大，而且消费高。成都消费也不低，人也不少，而且我吃不了辣呀。哎，李世山呀，你怎么早没想到你要去哪里呢？老天爷，你能告诉我，我到底去哪里才好？啊？这么快啊！不，你这该不会是预制菜吧？番茄是新鲜的，那所以土豆和牛腩都是预制的。徐大律师，好歹是请客吃饭，不能这么敷衍吧？我是大明星啊！你知道新鲜的土豆牛腩要炖多久吗？不是你自己说饿了吗？那灶上炖的什么东西？跟你没关系的东西。炖都炖了，分我一些也没问题吧？可以啊，只要你等得住。怎么？味道不满意啊？我现在满不满意呢，和你的服务态度还有菜品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只是因为我饿了。这吃也吃了，我们聊聊。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？聊娱乐吧。聊聊阮玉大学时候的事。
你是想听阮玉大学时候的事，还是想听我和阮玉大学时候的事？哎呀，宝贝啊，你怎么打喷嚏了？感冒啦？没有，肯定是你跟我爸他念叨我了呗。妈，我先不跟你多说了，我这还有朋友在呢，我等会儿得下去招待他。什么朋友啊？我大学的一个学弟李时灿，你还记得吧？哦，对，就后来变成大明星那个嘛。对，那别让人家久等了，快去吧啊！也没那么着急，这楼下还有许律师在呢。小许啊，这小许也在深澳啊？哎，他是不是特意过来陪你的？不是啊，他是来做公益普法的。哎呦，这都能碰上啊？你知道这说明什么问题吧？这说明是天上掉下来的缘分。好了，妈不跟你说了啊，挂了，你赶紧跟小许去招待人家，听到没？啊，拜。妈。这张啊，是我们第一次出去玩，去的是游乐园，一起坐了过山车。他因为害怕，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就像这样，紧紧地搂着我的胳膊。是不是有点过了？过吗？我觉得还挺正常的。我说这个。哦，这。哦，这张是在大讲堂的演讲。他呀，全程只看着我的方向。全程只看着你的方向。嗯，只对着我的镜头笑，你看，是吧？只对着你的镜头。哦，这张是我们一起去露营。那天啊，虽然没有抓到鱼，但是有流星雨。你看，这是他在许愿的照片，拍的怎么样？在看什么啊？哦，再看我们大学时候的照片。让我也看看。你都看过了，不用了吧？我看看。哎，这不就是我在排练演讲的那次吗？那回啊，你跟明英可坏了，还在台下逗我笑。还好当时大礼堂只有你们2个人，没出糗。啊，是。等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当时他们逗我笑，还好只有他们2个人，不然我就糗大了。哦，难怪只看一个方向。再看看这个。啊？看这个。这个。这是你晕过山车那一次，当时还是我跟部长一人一个胳膊把你给搀下来的，你记得吧？啊，是，好像有这么回事。哦，难怪啊，难怪要紧紧握住胳膊啊。干嘛？这些小故事你都跟许律师说了？不光说了，还演了，演得声情并茂，活灵活现，不当演员可惜了。哎，对，我看看还有什么。哎，你看这张。这张。哦，后面没有了。我的手机里应该还有一些照片。就这么几张照片，还叫多啊？那也比1张都拿不出来的人要强吧？我大学以后换手机了，好像确实是找不到了。我说的不是你，我说的不是什么重要的照片。先吃饭，小心烫。来，
许律师，3个人吃饭就2个碗，你不是已经吃过了吗？我再吃一顿也是可以的吧？灿哥在哪儿呢？灿哥，恐怕是不行了。我说怎么一进门就眼熟呢？原来是真的是正版大明星。彩姐，这正版跟盗版就是不一样哈。干什么还上手呢？什么正版盗版的呀？离我偶像远一点，远一点。不是，你说你这个人好不容易让你走了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偶像灿哥来了，我能不回来吗？他不来你就能走得掉了？还真是。今天我本来说把你那猪窝给收拾出来，好做生意，结果爸说了给你先留一留，果不其然，就被猜着了。我偶像在这，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？面子，灿哥，你带着吉他来是要唱歌吗？当然不敢，在你面前我怎么可能班门弄斧啊？我是想听你，行吗？当然。哇塞！不过他们还在那忙呢。快来听歌啊！许律，冉姑娘，来呀！我跟许律师把碗洗好了就来。好，唱吧，先唱。你先唱吧，他没听见。好，那我先唱吧。好。要是想听啊，就去，我来洗就好了。我可不是不负责任的人。你想对什么负责？对我洗的这些碗负责。伸手张扬，梦想与我们距离太长。刚刚他还给我看了你们一起去露营的照片。那也不是我们2个人单独去的，那是我们部门的团建。我知道。啊？我就是想问，那天流星雨来的时候，你许了什么愿望？那个真好圆哦，也好亮啊。为什么呢？有流星！快许！怎么这么突然？连星芒都避让，璀璨的光，用一生回响这乐章。怎么突然问到这个？就是想问问你，那个愿望实现了吗？那流星来得太突然了，那着急忙慌的，谁还记得许了什么愿？我记得。你也看到那场流星雨了？那你许了什么愿望？你都不告诉我，还想套我话？我是真的不记得了。那我也真是不记得了。许怀松，你好幼稚啊！我不许了。你刚刚还说要对这些碗负责，那你刚刚还说你记得呢？不带这么吊人胃口。咱去听音乐。可那又怎样？我绝不低头，绝不退让。路漫漫，前路无处躲藏，奔腾到连星芒都避让。璀璨的光，用一生回响这乐章。
徐律，你干嘛起这么早啊？今天不是没事儿吗？不多睡会儿。东哥，唱歌太会唱了！哎呦，我没有想到你也很棒哎！晚安啊，晚安，晚安，蔡哥，拜拜。13，你难得休假，可以好好玩一玩。要不明天上午7点半，我带你去集市逛逛。好，明早见。明早见。嗯。早啊，早。早。这么巧啊？哦，这么巧。哎，许律师，你这是要去？我今天没什么工作安排，想着去趟集市。你们呢？我们也要去集市，那就一起吧。好啊。许律师，你这演技，不当演员怪可惜的。你都看出来了，你以为他没看出来啊？你们干什么呢？快点！哎，来了。这个叫做抹式鬼撒。什么是抹式鬼撒？这边啊有很多非遗的手工艺品，刚刚这儿有个剪纸，前面啊还有那个泥塑。就是你朋友圈发的那个。哪个？就是这个。这个是烙画葫芦，就在前面李师傅的店里。我最近正好在他店里学习，一会儿带你过去看看。好。走。嗯，好。徐律师，看什么？哦，没看什么。啊，徐律师，你该不会是被他屏蔽了，没有他朋友圈吧？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没刷到而已。那他昨天发的朋友圈你也看见了？当然，昨天他选的那个配图还挺有趣的。哦，可是啊，他昨天根本就没有发朋友圈。哎，有那么多话要聊吗？这么小聊天，回去加个微信慢慢聊呗。来了，好。许律师，这个就叫做钓鱼执法。钓鱼执法。哎，烤地瓜了，姐。是啊。哎，这我得吃一个。烫。没吃这口。哎呦，想吃啊？太香了。想吃你就留下来啊，留下来帮姐干活，姐天天给你烤。那不行，走还是要走的。但是我决定呢，这次等我灿哥休假完，我跟他一起走。好，走，你走。就辛苦您走之前帮我把门口垃圾倒一下啊。乐意为你献了。走哪儿去？多点关心，多点爱，相逢不负久等待。喜之郎邀您继续观看。啊，还香。灿哥一开口就知有没有。哎，灿哥，
你最近有没有新歌可以给我们唱一下，尝尝鲜呀？啊，我看你最近一直没发新歌，你是不是在憋大招？没有，最近没写新歌。这不是在写吗？怎么都不要了？彩姐，哎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你们在外面吃饭呢。彩姐，你还没吃吧？咱们要不一起在这吃？哎呀，不用管我们，我们对付一口就行了。你们吃，你们在这吃，一起吃。小餐馆人太多了，我们就打包了几个菜回来，叫石山一起。彩姐别客气了，这么多菜，大家一起吃热闹。是啊，我刚想说，你们仨人怎么买了这么多菜啊？还不是因为我跟许律师的口味有这么些水火不容。水火不容是这么用的吗？那咬文嚼字可以这么用吧？我去喊一下陈慧。姐啊，你叫石山下来一起吃啊。他呀，在上面顾究吉他呢，整整一上午从来没这么用功过。我去叫他啊。继续。石山，你刚刚弹那首曲子是你自己写的吗？哎，你听了？我听了。那个不是我写的，那个是我的一个前辈写的。但是他没有写完，这首歌还没有发表。我就说嘛，这么好听的曲子，我怎么可能没有听过？你觉得好听？好听啊！虽然刚刚只是浅浅的听了一小段，但是我觉得整个听下来特别的有故事感，很有感觉。什么样的故事感？怎么说呢？哎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排练音乐剧？然后那段时间呢，我特别没有灵感，写不出台本，然后你就给我听了一首歌，你记不记得？记得，你还跟我说过那首歌是你的灵感 muse。每当前奏响起的时候，就会有画面感。对，我刚刚听那首歌的时候，就有那种感觉，特别好，特别棒。我也是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这首音乐其实有很多个版本，但是我这个前辈不满意，他都扔掉了。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。是，我也这么想的，特别好。哎，你们这个搞文字工作的和搞音乐的，还能这么有共同语言啊？文字跟音乐其实就是不同的表达形式，但是在这个情感的传递还有能量的输出上，其实是相通的。对，文字和音乐都充满力量。法律也有。对啊，法律也有。真的有。但许律师的醋好像没有了。许律师，你要是蘸醋不方便的话，就吃我的醋吧。哎，醋还不有的是吗？拿一瓶呢。没事。灿哥，打扰了。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事要问你。啊，是吗？进来吧。哎，别紧张。
打扰了，坐吧。行。哇塞！你刚才说这首歌很有味道，啊，是什么味道？哦，这个，灿哥，我可不敢乱讲。大胆说就是了。那我就说了。嗯，这首歌有一种恋爱的味道。当然，它不是很甜蜜的热恋，它是在甜蜜中有一丝丝的苦涩，就很像等待的感觉。真的很像那种表白时候唱的歌。你也觉得这首歌适合表白？啊？灿哥，我其实是来跟你说声对不起的。我捡到你的曲谱的时候，原本是想拿回去自己悄悄地研究一下，没想到让大家听到了，实在抱歉了。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，你立了大功。啊？我立什么功啊？等过几天我完成这首歌，你就知道了。今天来一个，不知道以为喝酒呢。今天由我深奥李时灿，未来中国的大歌星李时灿为大家带来一首美妙的歌曲，好不好？翻出最爱的毛衣，换了新裙赶过戏，风在窗前跳舞。大律师，猜早。想知道我要见你，手机屏幕闪一下，是不是你发消息？心跳刚好1%，这感觉很熟悉。我看着镜子里微笑，再确认口红的色号。别说是巧合，刚刚好，连阳光也配合的美妙。当你出现在某个瞬间，视线中的心都快停顿，藏不住的快被你看见，全写在我此刻的双眼。你穿白衬走过来，阳光像特别为你而开，还像记忆中那么好看，连空气都变得浪漫。走在一起像首歌，旋律从心跳开始了，街灯悄悄亮起来，是为我们的预热。当你出现在风里看，谢谢。张姐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忙完回来？年终了，大家总要一起聚个餐嘛。我知道了。是得赶紧买回去的票了。你看，好几个时间段都售空了。徐律师，那我们也赶紧买票吧。这轮工作都算告一段落了，剩下都是年后的工作了。要我说呀，你们干脆都留下来过年。我们这儿可跟城里不一样，过年可热闹了，还有打铁花可以看。还有打铁花，那肯定很好看。我也想留下来过年，但是我爸妈还在家等我回去呢。
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哈？嗯。所以我要是不回去，他们在家过年肯定很冷清。当初他们就给我发微信了，肯定是催我回家过年。阿玉啊，我给你爸报了一个7天6晚的旅游团，下个礼拜去海南过年。今年过年你就自己安排吧啊。怎么了这是？徐丽，车已经到楼下了啊！徐丽，来的时候是2个人一起来，回去就剩我一个人，我怎么跟大家伙交代啊？什么叫没法交代啊？我留下来是为了过年，又不是为了过世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领导还在这工作，员工回去过年了，这怎么像话呀？这不行！听我说，你现在离开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不行，徐丽，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，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年终奖给你多加1场。回去注意安全啊！哥，马上就过年了，你那歌写怎么样了？我们都要闲得发霉了。快收尾了，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该回家回家。该放假放假，不用等我了。哎，我让小陈回去了，你们该聚餐聚餐，不用等我。我要留在深澳过年。深澳过年。还琢磨呢？行了，别想了。谢谢。你爸妈难得有个过2人世界的机会，你呀，就踏踏实实的留在这儿跟我们一起过年，把这当成跟自己家一样，啊。彩姐，你不知道，我爸妈呀早就退休了，这1年365天，他们天天都可以过2人世界。为什么非得撇下我，偏要选着过年7天呀？这不是过年吗？我们老夫老妻，人家也得讲点情调啊。要不然，你说这干巴巴的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吧？这日子我1天也过不下去了。哟，怎么了？这是一惊一乍的。许律师，干嘛呀？我要打官司，我要离婚。这是怎么了？过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要离婚？连个肉夹馍都吃不上，这婚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啊，肉夹馍？什么？我让老赵去买个肉夹馍，结果他第1次回来买了包子，说吃起来味儿都一样。我说我就想吃肉夹馍，结果人家倒好，买了一堆白馍，愣跟我说要回家自己夹。行啊，那肉夹馍，你自己夹，你总得有肉吧？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现成的肉，你们说说，我就只是想吃个肉夹馍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哎呀，行了，我听明白了，合着你这离婚是因为个肉夹馍呀？这根本就不是肉夹馍的事儿，是他从来都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我说前门楼子，他说胯骨轴子，就连我说我要跟他离婚，他，哎呦，这说着就来了。我听说院子着火了，火呢？啊？是，哎，别，你，人家说的是你后院着火了。后院啊，后院，我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呀，算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错了啊！他不是说对我的话不上心，他是根本就听不懂人话。
我说酒驾要3000，他说酒驾要翻天。我说我要饿昏了，他说你要2婚了。我说孩子考了98，他说小女孩不能去酒吧。每天呢，这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看啊，人家2口子多恩爱，到我们这儿，别说共同语言，根本就是驴唇都不对马嘴。这种日子，我真的是过不下去了。徐律师，我现在就想打离婚官司，越快越好。嘿，你这离婚最快的方式啊，并不是打官司，而是协议离婚。只要夫妻双方的意见一致，冷静期过后就可以离婚。走诉讼程序反而会更慢。那我跟老赵8辈子也离不了了。王姨，只要您决定好了，我完全可以作为中间人帮助你们协商。但是有一点您得清楚，不管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，都需要涉及到财产的分割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归属问题。孩子这块儿，你看，就是妈，这就是他家那个。我们隔壁的穆阿婆说要来这儿找大律师，我都领她过来了。穆阿婆，您给我打一电话就行，我过去找您啊。您怎么亲自还来了？哎呀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着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的忙，也不肯收钱啊，给你拿点年货来。这年货我是真不能收，我们是来做公益的，不能收钱。大律师，你就收下吧。穆阿婆走了这么远，一片心意。是呀，你说这都是家里自己做的，也不值啥钱。收下，说你啊，来，行，我那阿婆，反正春节的时候我也不走，你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好了。好，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那你们忙啊。哎，行，班长，好。那我们走了。王姨，您先坐，彩姐也在这儿，您跟彩姐好好聊聊，考虑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啊。过去。你们放心吧。去哪儿啊？坐下。是，坐吧。王姨就这样和彩姐聊了一整天，说着婚姻里的一地鸡毛。我在一旁听着，却给不出一点建议。以我现在的阅历，似乎还解不开婚姻这道题。我只是忍不住想，如今这样无话可说的2个人，当初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？当初就是觉得他斯斯文文的，话不多，老实本分。可是谁成想，本分到了，就只有自己眼里的那1亩3分地儿。话是不多，但是一出口就能气死人，一句话能给你撞南墙上，半天下不来。阮姑娘，我是真后悔选错了人。这么实话不能这么说啊，是我不同意。你这选男人嘛，你还想面面俱到，啥都想要啊？你得抓大放小啊！你当初选人家老赵的时候，就是图人家老实本分，没有那花花肠子，人家也做到了，是不是？别老否定自己。阮姑娘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没错，人无完人，这世上自然也没有完美的伴侣。就连你看中的他所谓的优点，一翻开另一面，或许正是你不喜欢的缺点。所以你要确定自己最在意的那一点本质是什么，然后去选择那个拥有这一点本质的人。如果是我会怎么选？如果只选一点的话，那话多话少肯定不是最关键的。那幼稚还是成熟？虽然成熟肯定有成熟的好，但幼稚也有幼稚的趣味嘛。而且有些人是大事上成熟，小事上幼稚。那这幼稚成熟也很难有界定的标准。哥哥，华颂哥哥，哥哥，妈妈今天来找你，是不是要跟我爸爸离婚？咱们屋里说吧。啊，来。
你不用骗我，我都知道的。你们大人撒谎一点也不聪明，都骗不了我。哥哥没有想骗你，我只是在想，像你这么小的年纪，能知道离婚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当然知道，离婚就是爸爸妈妈不在一起生活，所以爸爸妈妈我只能有一个了。哥哥，以后妈妈和爸爸，我们是不是只能有一个了？那你知道，哥哥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吗？他们分开是哥哥念高中的时候，后来，哥哥跟着爸爸去了国外。我的生活里啊，就再也没有了妈妈，也没有了妹妹。但是小欢，你看，哥哥现在不也过得好好的吗？那哥哥，你当时不伤心不难过吗？哥哥当然伤心，也当然难过了。但是后来我就在想，如果他们为了我和妹妹，牺牲了自己的感受，勉强的在一起，那哥哥可能会更伤心，更难过。就像是现在，如果小欢的爸爸妈妈在一起都不开心，那小欢你能开心吗？每天听他们吵架，我也不开心。所以说嘛，如果每天在一起都只剩下了争吵，那分开对这个家来说，或许是另外的一条出路。咱们每个人生来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爸爸妈妈不是非得捆绑在一起，我们也不是非得跟爸爸妈妈捆绑在一起的，我们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要走。所以不管他们是在一起还是分开，都不会影响我们好好长成一个大人，好好体验自己的生活。我知道了，哥哥。如果他们分开之后更开心，我就支持他们。就算是他们分开了，我还是一样的我吗？嗯，当然了，你还是一样的你。啊，小欢，你怎么一声不吭自己跑出来了？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啊？徐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没关系的，王爷。先跟妈妈回家，也记得刚刚哥哥跟你说的那些话啊。谢谢哥哥，哥哥再见。嗯。要不出去走走？